怎么跟蒸笼一样？空调坏了，陈默，醒醒！空调怎么没风了？估计是定时到了吧。遥控器放哪儿了？热的睡不着了。妈，大半夜的您坐这儿干嘛？我刚把你们屋空调关了，这半夜1点到3点电费最贵，开一整宿那得多少钱？妈，您把遥控器给我吧，屋里闷得喘不上气儿，根本没法睡。窗户开条缝透透气就行了，心静自然凉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娇气，空调吹多了老了要得风湿的。妈，外面30多度，一丝风都没有，我明天一早还要开会呢。那就赶紧回去躺着，越折腾越热，快睡吧。我说怎么按不亮，原来电池都被抠走了，真是绝了。大半夜的，你站客厅干嘛？你妈嫌费电，把空调关了，还把电池给抠了。我去跟她要回来。去吧，你看她现在装睡，你能叫得醒吗？行了行了，有备用的，赶紧回去睡吧。今天装上了，明天她照样抠。这事儿你要是不去说清楚，我以后天天半夜都得被热醒。行，我明天找个时间跟她好好说说。你怎么说？我就说以后电费我多出点，让她别心疼这点钱就行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一有矛盾，他就只会拿钱和稀泥，从来不敢正面解决问题。在这个家里，我连开个空调的自由都没有。这大蒲扇哪儿来的？特意给你买的。昨儿半夜你不是嫌闷吗？摇2下就透气了，比那机器吹出来的风健康多了。妈，咱们去外面坐坐，谈谈空调的事儿。谈呗。以后我们屋的遥控器还是放我们自己房间吧。您年纪大了，大半夜总往我们屋跑，也影响您休息。谁稀罕盯你们？那机器定时一到就停，我是怕它漏电，顺当过去检查检查。既然怕麻烦，干脆取消时让它开到天亮不就好了？开到天亮，你上下嘴子一配倒是痛快，那电表转的跟活火轮似的，烧的不是钱啊！年轻人过日子大手大脚的，像什么话？大清早的吵什么呢？你醒得正好，过来用电的事儿定一下。妈，这事儿我想过了，往后每个月的电费单子直接发我手机上，我来结，您就别心疼这点钱了。你结？你那点死工资我心里没数，每个月房贷车贷一扣，你兜里还能掏出几个钢镚儿？拿什么充大头？指望他，看来这日子只能我自己扛了。你们以为我是舍不得那几个钱？现在的年轻人花钱没个成算，兜里有10块能花出100块的架势，以后真要生个一男半女，拿什么养？喝西北风吗？得，东西还给你们，但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要是这个月电费单子超了线，你们俩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1钱补贴。还有啊，前2天那刘毅有一对小夫妻，为了图凉快，空调没日没夜的开，一个电费干进去700-800，结果怎么着？那男的硬生生给吹成了面瘫，嘴歪眼斜的，治都治不好。别听我妈瞎扯，什么面瘫，纯粹是她瞎编乱造，拿来吓唬你的。我能不知道是假的吗？可他这话就像根刺扎在心里，以后我只要一碰这遥控器，脑子里全是他那张脸。老太太苦日子过怕了，你多担待点儿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明明知道那是骗人的鬼话，可为什么在这个家里，我连让自己喘口气的胆量都没有了？敞开吹冷气是吧？等月底电费单子出来，我看你们拿什么填这窟窿。这大包小包的把超市搬回了，周末嘛，想着买点新鲜的，大家一起改善改善伙食。金山银山也经不住这么往外漏。这红艳艳的什么东西？车厘子，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娇贵玩意儿是咱们老百姓该吃的吗？好好的白菜豆腐不吃，非得摆着阔气。这盒多少钱？赶上晚间打折，才30多。30多能买一筐大苹果了。苹果不甜还是橘子酸，非得吃这洋玩意儿？妈，我平时工作挺累的，就想吃口水果。再说了，这刷我自己的工资卡。哎呦，我知道你挣得多，你有本事，你的钱你想怎么往水里扔就怎么扔。我一个老婆子哪管？我没说不让您管。行了，你自个儿的钱爱买金子买金子。老赵，快！前面大润发鸡蛋打折，去晚了连个蛋壳都抢不着。哎呦，老刘，你可算叫我了，等我拿个大袋子，今天非得抢他2板回来。你家儿媳妇又大手大脚啦？哎，
人家挣得多嘛，咱操什么心？就是这钱哗哗的淌，搁我心里实在过不去。车厘子生偏30就买那么一小盒，还说是打折。我那会儿30块能养活一家子1个礼拜，他倒好，就图个嘴里那口鲜。哎呦，现在年轻人都这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人家是见过世面的，咱这种老脑筋跟不上喽。对着外人笑脸相迎，对着我就是光光借景，当着面不说透，转身就拿话堵人耳朵。这日子不能再这么由着他拿捏了。妈，锅里熬的什么？怎么一股酸臭味儿？瞎说什么？排骨汤。昨儿剩下的，我寻思热热对付一口。昨天的，这明明是上个月塞在冰箱最底下的那碗。妈，你看看，这肉表面都发黏拉丝了。大热天的吃这种变质的东西，非得进医院不可，这绝对得扔。你敢？好好的排骨，凭什么扔？高温多煮会儿，怎么就不能吃了？妈，这味儿都变了，吃出毛病来谁负责？哼，我这辈子什么剩饭没吃过，铁打的胃哪那么娇气？妈，这味儿确实不对了。您算算账，这几块排骨顶多值个10来块钱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去医院挂个号，拿点快没了，这买卖亏不亏？就你们讲究，一点剩菜就大惊小怪的，我看吃了也没事，净会败家。行行行，到了吧，以后剩菜就留一顿，行了吧？妈，您这是干嘛呢？啊，我下午去公园找老姐妹唠嗑，顺便带点吃的垫垫肚子。这不是早上那盘排骨吗？您不是答应到了吗？到了多可惜呀！我刚才尝了一口，好着呢。我这肠胃结实，吃不坏。这都馊了，真不能吃，会出人命的。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？我自己的身子骨我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在这儿指手画脚。陈梦，赶紧回来，妈把那盘馊排骨装饭盒里，带去公园当午饭了。啊！妈，那不能吃。你发什么神经？这肉都发臭了，吃进肚子里要出人命的。少在这儿唬人！你就是存心给我找不痛快。我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荤僧，你当众给我抢走，你还把我当长辈看吗？哎呦，素贞，消消气。知薇也是怕你吃坏肚子，怕我吃坏，他是心疼我占了他家便宜。咱们这代人吃糠咽菜过来的，胃里能炼钢。大伙儿评评理，肉这哪里不能吃了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陈默，你作孽啊！那可是好几十块钱的排骨。妈，肉扔了咱再买。您算算账，万一吃出急性肠胃炎，去医院挂水住院，几百上千块就没了，那钱够买半扇猪了。您说哪个亏？他哪里是气我，分明是心疼那点肉钱。妈这脾气简直油盐不进。硬碰硬不行。我刚跑过来的时候琢磨出个招。什么招？我爸不是快到体检的日子了吗？咱借着这个由头把爸接进城，只要我爸在家镇着，妈绝对不敢么折腾。气都气饱了，吃什么吃？排骨的事儿还没翻班呢。我再去劝劝。妈，爸在老家也该做个全身检查了，我想着把他接过来住一阵儿，顺便带他去大医院查查身。查什么查？没病找病，医院那都是骗钱的无底洞。你爸壮得跟牛一样，别瞎折腾。郑秀的有点黏。妈，您误会了。这次体检1分钱不花，是我们公司专门给家属发的免费福利，名额有限呢。1分钱都不掏？绝对不掏，还是市中心最贵的那家3甲医院。哎呦，那便宜不占白白不占，赶紧给你打电话，让他收东西过来。果然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没用，捏准了免费这个死穴，什么都好办。志薇啊，家里地里刚收的鲜货，纯天然的，特意给你们捎来尝尝。爸，大老远的您拎这么沉干嘛？快进屋歇着。哎呦，弄得一地灰，这大包小包的，超市里几块钱1斤，到处都是，费劲干嘛？走过路过别走过，免费量血压，登记就送1斤土鸡蛋。老头子，快点儿，晚了鸡蛋就发完了。咱还是先去知薇家吧，这菜刚从地里摘的，捂久了该黄了。送个破菜急什么？便宜不占，你傻儿！妈，您别进去，这都是套路，专门盯你们的钱包。
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人家搞慈善送五暖，到你嘴里就成骗子了。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？他们就是拿2毛钱的鸡蛋当诱饵，最后呼你买几千块的3无保健品。这位家属，我们可是正规大医院下乡义诊，不信您可以查我的资质。听见没？人家是大院的李医生，穿白褂的专家还能坑我不成？就你懂得多。志威啊，要不咱就测个血压，啥也不买。爸，只要您坐下，他们有的是话术给您洗脑。起开，少在这儿多管闲事，挡着我领福利。这明摆着的坑，怎么就拉不住呢？妈，这都是您买的？可不嘛，人家原价5000多呢，今天搞活动，打完折才3200，捡大便宜了。3200买一堆破烂，您这是被人当韭菜割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大医院的李医生亲自推荐的，还能有假？妈，这堆东西花了多少钱3200啊。？3200。怎么啦？您看看这上面，没生产厂家，没生日吃，连个核证都没有，这就是典型的3无产品。瞎说，李医生可是大专家，人家能卖假货啊？这上面还真啥都没写啊！老太婆，咱是不是真让人给忽悠了？你懂个屁！莫，人性啊，真是好懂。只要挂上白送的招牌，再精明的人也得乖乖往坑里跳。志威，别怪你妈抠门，她年轻那会儿家里连锅都揭不开，那段日子把她穷怕了，这刻在骨子里，改不掉。穷怕了？那都是30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。等以后有机会，爸再慢慢跟你细说。30年前，陈家究竟出过什么事？这血糖怎么高成这样？你这老头子平时身子骨不是挺硬朗的吗？妈，您先别自己吓自己。李医生说了，只要咱们以后管住嘴，按时吃药，按时降药的，指标肯定能降下来的。30年前那件事，等哪天我自己亲口告诉你。赶紧叫车吧，老头子还在下面等着呢。这半罐子芥菜切碎点配白粥，对付个3、5天不成问题。他这真不是小气，是苦日子留下的病根。志威啊，你爸那血糖不是超标了吗？身子虚，我寻思中午给他炖碗红烧肉补补元气。帮妈把柜子最里头那瓶老抽拿来，肉得挂点色才香。妈，等一下，这酱油不能吃了。咋说啥呢？好端端的咋不能吃？您看这保质期都超了10天了，过期食品吃了容易出大毛病的。酸了吗？臭了吗？闻着没坏，看着没坏，那就是好东西。想当年，咱们家打一壶酱油得吃大半年，哪有什么保质期？人不也活得硬亮亮亮的？妈，以前是以前，这过期发酵东西会产生黄曲霉素的。别人我不管，爸现在的血糖指标刚稳住，这变质的东西绝不能进他的嘴。我伺候他大半辈子了，吃什么我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教。哎呦，多大点事儿！妈，爸最近确实得忌口。这么着，这瓶旧的留着我和志威吃，我这就下楼给你俩单买一特精特的，行不行？随你们折腾，好的东西非要分2样吃，钱多烧的。妈，您先坐，我去端粥。看来这块硬骨头也不是完全啃不透。妈，您这手艺绝了，这萝卜真下饭。那可不，外头卖的哪有自家弄的干净实在？你妈这腌菜的功夫，我吃了几10年都没够。哎呦，手滑了。
这新闻上写的啥玩意儿？妈，这可是科普文章，那些放过期的老抽豆油里头全会生出黄曲霉素，那可是强致癌物，吃进肚子里是要命的。哎呀，没那么邪乎。以前咱们挨饿的时候，长毛的干粮烤不也照样咽下肚，哪有那么娇贵？爸，以前是没条件，现在日子好了，身体才是最大的本产。您二老要是为了省那几块钱调料钱，把肝脏吃坏了进了医院，那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糊涂账。哼！妈，您看清楚，盐保质期5年，醋3年，这瓶酱油只有18月，超了这根红线就是毒药。5年、3年、18个月，我就是怕，万一哪天陈默没了工作，万一谁生个大病，这家里要连买盐的钱都掏不出，可怎么活？老潘儿，孩子们现在都能挣钱了，天塌不下来。以前那些揭不开锅的日子早翻篇了。妈，陈默和我都好好的，家里不缺这点买调料的钱。您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，别再为些过期的东西单身受怕了。就留在一瓶。这回可得把日子卡顶，再糟蹋东西可是要遭天谴的。草木灰兑老陈醋，这种土法子也敢往嘴里送，简直胡闹！明天必须把这事儿挑明。外面卖的那些全是化工毒水，我这土法子配出来的才叫真干净。妈，您这黑乎的到底是用啥抠兑的？灶底下的草木灰，再掺点老陈醋，纯天然不伤手，1分钱不花还养生呢。妈，这灰里全是重金属和杂质，光靠点醋根本杀不了菌，这碗只会越洗越毒。你少拿那些洋词儿唬我，乡下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洗过来的，几辈子了，谁家吃死人了？就你肠胃金贵。妈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志威真没瞎说。您看这质检局的报告，人家正规厂家出的都是食品级标准，水一冲没残留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杀菌率高达99%。您再看这价格，一大桶才10几块钱，核算下来一天连1毛钱都不到，不比您天天去抠草木灰省事儿。哼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那就先买1瓶试水。好，我马上买。啊！你给我等会儿，这里面写的这个成分，那……妈，那新买的您怎么不用啊？这半瓶倒了多糟的东西，等我把这底子用干净了，再开你那个金柜。老一辈的习惯，越催越逆反，得换个。妈，行，您仔细着点手。吴叔，您这儿收没收那种2手的电饭煲？破铜烂铁倒是有，通上电准得炸。丫头，现在商场里新锅才几个钱，买个新的多省事儿。新锅那叫几个钱，动不动大几百。这铁皮厚实着呢，修保准能用。瞧瞧，1分钱没花白捡的，里头线都没断。妈，您这运气真挺别致。老婆，这锅底做的螺丝是华丝的，我有办法。这城里人就是败家，外壳稍微旧点就往垃圾堆里扔。我刚才仔细瞅过了，里头零件好好的，通上电准能使。啊，妈，这东西绝对不能插电。您看这根线，外头的绝缘皮全烂了，里头的黄铜丝都露在外面了。这要是沾点水，漏电可是要命的。大惊小怪皮怪什么？拿胶带缠缠不就行了？那在老家，户爹们烧的不照样做饭？就你们年轻娇气，看什么都吓人。妈，这是电器，跟铁锅能一样吗？这铜线直接带电的。少拿这些话来唬我。我明天一祭早就拿它熬粥，我倒要看看它能把我怎么着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妈非要给那个破烂通电，我说破嘴皮子他都不听。妈，快撒手！喊什么喊？我在这家连用锅子的权利都没了，是不是？
妈，这玩意儿真会命的。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我白天都试过了，灯亮着呢。您看看这经线都爆出来了，稍微沾点水，整个厨房都能带电。就你们娇气，这白捡的物件1分钱不掏就能做饭，去商场买个新的，不得好几百，那才是造孽。妈，您听我给您盘盘道，买个新锅200块，咱用个3年5载的，平摊到每天连2毛钱都不到。您为了省这2毛钱，万一真被电着了，去趟医院挂个号都不止200吧。再说了，您和爸要是真有个好歹，我和芝薇这心里得多难受，这才是最大的亏本买卖。既然不用了，那我拿去扔了，免得占地方。哎，别扔啊！这铁皮还结实着呢，当个储物罐不行吗？非得糟蹋东西。行，只要不通电，您留着装杂物吧。这不挺能装的吗？败家玩意儿！妈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他拿草木灰洗碗，还非要给捡回来的破电器通电，差点就出事儿了。我怎么劝都没用，他根本不听我的。喂，别哭，跟长辈硬碰硬你吃亏，你先稳住，妈明天一早就坐高铁过去。有些规矩得我这个当妈的来教。妈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哎呦，亲家母来啦！快进屋，快进屋！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多破费啊！自家地下种的，不值钱，就图个新鲜。亲家母，这段时间微微给您添麻烦了吧？哪儿的话！来，你坐，我正想给你看看我刚淘换来的好东西呢。你看这电风扇，换个扇叶就能转。还有那个锅，城里人不懂过日子，瞎扔。我跟这过日子啊，就得精打细算，我这叫变废为宝。完了，这下要出事。亲家，您这日子过得真是有滋有味。可不是嘛，还是亲家母懂我。亲家母这习惯好，攒多了卖废品也一笔印象。可不是嘛，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，能省1毛是1毛。亲家母，其实论起抠门，我当年比你还狠。你？微微他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带着他，那日子苦的呀，1分钱恨不得掰成8瓣花。有年夏天突然下暴雨，路边卖伞的10块硬是没舍得买，我就那么顶着大雨走回家，结果当天夜里就烧到了40度，直接进了医院，医药费花了好几百，是那把伞的几10倍。微微那时候才多大，一个人趴在病床边哭了一整夜。我那会儿才彻底想明白，省钱省到把自己折腾进医院，那不叫节俭，那是给孩子们添乱。其实我也不想。亲家母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夜深了，睡吧。微微啊，妈真不是抠门，我是怕哪天家里突然有个灾有个病的，连个救急的钱都掏不出来，我怕我老了没用了，净给你们添乱，最后招你们嫌弃。妈，您把身体养得硬硬朗朗的，每天好好吃饭，这才是给我和陈默最大的底气。可是您得相信我和陈默，我们有手有脚能挣钱，撑得起这个家。您真用不着把那1分1厘都死死攥在手里，太苦了。你婆婆那脾气真不是心眼坏，那是以前穷日子熬出来的病，苦水在心里留了疤了。妈，我懂，以后别跟她硬顶，你得顺着毛捋，比如帮她查查家里那些破烂的安全隐患，从这些现象上让她觉得你是真心实意这个家好，这可比你扯着嗓子讲100句大道理管用得多。妈，这盖子卡住了吧？我帮您一块弄。您
看这底下的日期都超期大半年了，这些全得扔掉。扔什么扔？这药片子包得严严实的，还能馊了不成？那都是药厂变着法儿想偷空你们钱包的套路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药剂一旦过了保质期，里面的化学成分就变质了，吃去不仅治不了病，搞不好还会引起肝肾衰竭。少拿那些吓人的词儿唬我，吞了2片照样活蹦乱跳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娇气。行，您非要留着是吧？出了事别后悔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估计昨晚起夜受凉了，嗓子冒烟，头也昏沉沉的。这可怎么好？赶紧坐下歇着。微微，我好冷，骨头缝里都在疼。觉得嗓子冒烟，翻出2粒感冒药吞了，突然就冷得骨头疼。那盒黄胶囊，那药过期大半年了，撑住，咱马上上医院。去啥医院？烧了冤枉钱。这发高烧就是身体在往外逼毒。妈拿着烈酒给你搓搓心口，发身汗液就能好。您别在那些偏方害人了，行吗？他这是变质煞车粉引发的药物中毒，再耽搁下去连命都保不住。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，就2粒破胶囊，还能把人吃坏了不成？39度8，你们家属怎么搞的？这是典型的过期药物引发的急性毒性反应，再晚送来半小时，直接引发肝肾衰竭，马上办住院，立刻上康颂输液。这住个院挂个水，怎么就要大几千块？这医院是抢钱的土匪窝吗？钱重要，还是您儿子的命重要？您去病房盯着点滴，我去交钱。我这造的什么孽啊！就为了省那3瓜2奏，差点把亲儿子的命给搭进去。我这老糊涂真该死。妈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李医生刚查过房，说陈默的指标稳住了，安心打几天点滴就能出院。微微，别跟妈计较了，他那人就是没文化又抠门，但看我倒下，他魂儿都吓飞了。他心里比谁都在乎我。我明白，我不怪他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爸，陈默退烧了，您放心。但我有句话要问您：30多年前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电话里说不清，你抽空回来我一趟，当面谈。爸，多少吃2口吧，粥都快凉了。咽不下去。陈默那头，大夫到底怎么交代的？您把心放肚子里，李医生查过房了，指标都稳住了，明早就能接他回家。就好，那就好。薇娅，你心里一直憋着火，觉得你妈这人不可理喻吧？这事儿压在我心里33年了。那时候我们刚成家，你妈肚子里揣着陈默都7个月了。我在地里刨食，肚子突然像刀绞一样，眼前一黑就栽了下去。送到镇上，说是两尾烂穿了，得马上动刀。可那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凑不出。李医生，我求您发慈悲，救救当家的吧！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？大夫心善，给做了手术，可欠下的饥荒差点要了你妈的命。白天进厂，晚上洗碗，半夜接私活缝衣服，一天合眼抱2钟头。大冬天连块煤球都舍不得买，硬生生熬坏了身子。他总觉得是当年没钱，才让我落下病根儿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像疯了一样抠搜，见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。他是怕呀，怕家里再出事，拿不出救命钱。原来，他所有的不可理喻，背后是这样一段往事。爸，我懂了。妈，大清早的您怎么不开灯啊？当心烫着手。开着呢，瞎安什么？这灯怎么暗成这样了？我昨晚刚换的，3瓦的灯泡，1个月能省不少电钱呢。这屋里黑灯瞎火的，连个菜叶子都夹不准，吃个饭跟做贼似的。吃进肚子里不都一样？省点电费怎么了？凑合吃吧，光线能照见碗就行。爸，您吃这个，妈也是为了家里精打细算嘛。
这样的日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妈，这屋里黑的，连咸菜在哪儿都找不着。我爸那眼睛本来就迎风流泪，您再让他摸黑吃饭，视力要不要了？吃个饭要多亮，能把粥送到嘴里就行了，电费你掏啊。跟他讲道理是行不通的，得换个路子。妈，天都黑透了，您怎么又摸黑干活？眼睛熬坏了去医院，花的更多。开灯不花钱啊？我这叫会过日子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又乱买东西。没花钱，这是我们公司专门给优秀员工发的专属福利，白送的。白送？那插上电不还得走咱家的字儿？这您就不懂了，这是最新科技，里面带蓄电池的。我在公司充好电拿回来，在家里用1分钱电费都不花。哎呦，这感情好，不花钱的亮堂，不用白不用。5分钟，自认的吧。往后家里洗澡全按这上面的规矩办，到点换人。妈，5分钟这也太离谱了，光是脱衣服穿衣服都不止2分钟，这怎么可能洗得完？怎么洗不完？我打个肥皂冲个水，3分钟绰绰有余。就你们年轻人穷讲究，站在花洒滑底下半天不出来，那哗哗流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妈，您这又是唱哪出啊？这阵子家里的水费电费全是我俩掏的腰包，您就别跟着瞎折腾了行吗？你们掏的钱就不是钱啦，大手大脚的败家做庆。反正规矩立在这儿了，今晚立刻执行。谁要在里面赖着不出来，我就拿铁勺敲门。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？林之薇，到点了，赶紧把水龙头拧上。妈，我头发上全是沫子，您再宽限我2分钟。2分钟得白流走多少水？定好的规矩不能坏，出来。哼，这不也洗得挺好，非得在里面泡掉一层皮才甘心。妈，这大冷天的5分钟真不够用，要不咱商量商量，把时间放宽到15分钟成吗？15分钟？你当家里开澡堂子呢？我这么精打细算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以前过苦日的时候，10天半个人烧点热水擦个身子就是福气了。现在条件好了，有现成热水给你们糟蹋，你们反倒不知足了，是不是？我理解您想省钱，但心思不一样了。咱们真没必要为了几块钱的水费把日子都这么紧绑。时代变了就能大手大脚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，这规矩谁想破？家里定好的章程哪有朝令夕改的道理？妈，您这叫什么章程？5分钟连冲个木子都不够，您这纯粹是变着法的折腾人。行，那就依你放宽到15分钟，但咱们可把话说死，时间一到必须关水，谁也别想跟我打马虎眼。妈，这蘑菇都放了快5天了，表面全蜡丝了，这已经滋生病菌了，绝对不能吃。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刚用浓盐水足足泡了半个钟头，等会儿下锅用热油一滚，什么毒杀不死。高温根本破坏不了变质产生的毒素，吃下去会引发急性肠胃甚至损伤的。您快倒了吧。倒掉？你当这菜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我吃了一辈子剩菜也没见少块肉，就你金贵。家里什么味儿？怎么一股馊酸气儿？大惊小怪，炖菌蘑呢，马上就能出锅了。妈，那蘑菇在冰箱底压了快1个星期，都发黑拉丝了，绝对坏了。坏什么坏？我用浓盐水足足泡了半个头，什么都杀不死。好好的东西浪费了要遭天谴的。妈，上你舍不得扔过期药，半夜急性进急诊院的事儿忘了？这变氏蘑菇毒性比过期药猛多了。我吃了几10年，这副还好好的吗？高温一滚，什么毒都没了。沉默。你这个败家子，好好的东西说就到，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！妈，您变质产生的毒素是耐高温的，科学上说加热根本分解不了，真吃出病来。少拿你们那套大道理压我，嫌我老了碍眼直说。啊！
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估计是晚上受了凉，肚子有点闹腾。受凉？您跟我交个底，到底验了什么下肚？我跟陈默，我千叮咛万顶说那是毒蘑菇，您是不是趁我们睡着，又从垃圾桶里掏出来吃了？那可是花钱买的啊！我看心疼的滴血，我就拿水多烫了2遍，寻思着能杀毒。钱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惦记着钱？为了省那几块钱，您连命都不要了。走，马上跟我去医院。别打！去医院得花多少冤枉钱啊！我睡一觉就熬过去了。妈！妈，不能再拖了，我马上叫120。别打，那车一响就是好几百，我歇会儿就行。变质毒菇已经引发多器官衰竭前兆，你们做家属的怎么搞的？老人在家乱吃东西都没人管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好他。不怪你，是我平时太忙没照顾好家里，责任在我。薇娅，妈错了，差点把命搭进去，还连累你。妈，只要您人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妈，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。以后那些发霉变质的东西，咱们绝对不碰了，行吗？薇娅，这是栽了跟头。以前总觉得抠搜点是给你们攒家底，谁成想把那点破钱看得比命还重，差点把自己zon死，还把你们折腾得够呛。妈，这页咱们翻过去了，往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拿身体去省钱了。妈，这次是毒蘑菇，下次指不定是什么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就说这一次。家里的开销，我和陈默顶着，天塌下来由我们想办法。但您的命绝不能再拿来省钱。老吴，就按你说的价，那对老金镯子我明儿一早就拿给你。对，医院的号我全给退了，押金也拿出来了。这医院就是个吸血的无底洞，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清楚，回家熬点草药一样能好，白花那冤枉钱干啥？你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！妈，您手背上的钉痕都青成那样了，您瞒着我们偷偷办出院，还把后续的治疗全取消了。那重症监护室1天大几千，躺在里面那就是烧钱。你们年轻人不懂过日子，我不能眼睁看着这个家被我拖垮。别动那个！妈，这上面每一页记的不是账，是您当年凑不齐爸那3000块钱手术费留下的怕。钱能再赚，命只有一条。您省下的每一分，要是换来一场葬礼，才是这个家真正的破产。我怕，薇娅妈穷怕了，我怕把你们的底子都掏空了。妈，钱的事由我和知薇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立个新规矩。明天一早，乖乖回医院把治疗做完。下个月，全家一起去做全身检查，谁也不许再拿命省钱。妈，新年礼物。这不是赎回来了。妈，以前是您拿命守着这个家，这回换我们守着您。这镯子戴着真沉。妈吃菜，一会儿凉了。